我爹凭着一株兰花成了驸马爷，皇后将捧在手心的长公主许配给我爹。奉天承运，皇后赐婚圣旨下来的当夜，他烧了郊外的宅子，想隐藏我和我娘的存在。着火了！阿爹，阿娘着火了！阿爹，快救我出去！女儿，对不起，爹这也是没办法。皇后已经为我和公主指了婚，我绝不能让别人发现你和你娘的存在。可他不知道我从火里跑了出来，他更不知道我在3天前曾偷偷去过他的花圃，亲眼看见娘亲被他埋在土里。绝望地抬起头，张开嘴，一株兰花从他嘴里绽放。百花阁向公主府献花。民女献花。什么破烂玩意儿，也敢往公主府送？等等！这难道是西域蛇兰？不错。真的是蛇兰，我还以为这只是传闻中的兰花，竟然真的存在。姑娘，这花世间罕见，请进府详谈。阿娘，你看，阿爹他果然没认出我的。我娘是一个仵作，在旁人眼里这是再下作不过的职业。生得再俏有什么用？一个女仵作，下作东西。直到他遇到了我爹，你就是凶手。那时我爹被人诬陷，我娘靠着一双巧手为他洗白冤屈。是野兽伤人，若有问题，两位可报官。多谢姑娘替我洗清嫌疑。举手之劳，公子不必客气。自此，我爹与我娘二人之间互生情愫。我爹那时要进京赶考，我娘便拿出所有银子跟他一同进京。这些银子你拿着，上京赶考，路途遥远，不用省着，我也陪你一同进京。月娘，等我金榜题名，定不负你。我爹考了足足10年才考上，而我娘也陪了他足足10年。10年里，无论多脏多臭的尸体，阿娘都接，只为给家里多攒点银子。也是在这10年里，他们有了我。月娘，不是我不给你名分，只是你也不想我们的孩子以后被人笑是仵作的孩子吧？你相信我，等我做了官，替你换个干净的身份，到时候再风风光光的迎你和孩子进门。我娘息了他的鬼话，在郊外租了院落，不和任何人来往。我成日躲在院里，最爱玩耍的便是我爹种的那片花圃。阿爹，这朵红色的开得好大。那是自然，咱们宋家世代都是伺候花草的花匠，到了阿爹这一代，才总算出了个读书人。等阿爹封了官，就再也不摆弄这些泥巴了。宫里贵人钟爱兰草，若有珍稀名贵兰品，献与贵人者，定有重赏。月娘，把这后院的地空出一块来，我要栽种兰花。你不是说读书人不能？你懂什么？读书救不了命，皇后娘娘爱兰如命，这就是我的青云路。阿爹，我想看花。以后不许再进花圃了。为什么呀？这花圃里出现了妖怪，会吃人的。阿爹，这2天阿娘去哪儿了？你娘回家探亲了。那阿娘什么时候回来？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可那时我没等到阿娘的归来，却先等来了阿爹高中的消息。小丫头，小丫头，你爹高中了，中了榜眼。
那时的我虽然不知道榜眼是什么意思，但看着邻居兴奋的样子，也明白那是很厉害的意思。好开心呀！阿娘说了，只要阿爹高中，我们就不用再躲躲藏藏了。老板，要2个红豆馒头，要最热乎的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这次中榜眼的竟然是个穷书生！真的假的？这第1名的状元出身名门，第3名的探花也是江南远近闻名的才子，怎么就是榜眼？名不见经传。你们胡说八道！我阿爹是世界上最厉害的人。哪来的臭丫头？白日做梦以为榜眼是你爹？小姑娘，醒醒吧！要知道这次3甲可都是未婚的少年郎，皇后娘娘还有意为公主选一名驸马爷呢。你们胡说，他明明有。阿爹，阿爹，你快出来！有人欺负我！阿爹，你在哪里？阿爹，阿爹，你在花圃吗？阿爹，阿娘，那是妖怪，妖怪把阿娘吃了。那不是阿娘，阿娘还没回来。那是妖怪，是跟我娘长得一样的妖怪。阿爹说的对，花圃里有妖怪。阿爹快回来，阿爹救命！好女儿，你跟你娘成全了阿爹的青云路吧。着火了！阿娘，阿爹！阿爹救我！开门！阿爹，阿爹！女儿，对不起，爹这也是没办法。皇后已经为我和公主指了婚，我绝不能让别人发现你和你娘的存在。那我娘呢？阿娘现在在哪里？你放心，你阿娘已经变成了最美的兰花，她这一生也值了。孩子，别怪我，下辈子投个好人家，可别再投进你娘这般没用的肚子里了。他做梦也想不到，当年一把火没烧死我，10年后我会带着让他青云直上的兰花回来，亲手撕开他富贵荣华的假面。想不到啊，这失传已久的蛇兰，竟出自一个这样貌美的小姑娘之手。这蛇兰传闻最是认主，离了主人的气场便会枯萎。我若是将这花献给母后，你也必须跟着进宫伺候。你可愿意？民女本是山野之人，能进宫侍奉太后娘娘，那是民女几辈子修来的福分。福分？长了这么一张脸，进了宫，真的能安分当个侍花宫女吗？不安分当宫女也没事，但本公主希望你记住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都别忘了谁才是你的主子。民女命如草芥，公主恩赐，民女自然明白。这是噬心毒，服下后每个月都需服用解药，不然你就会承受噬心之痛。公主，民女一定忠心耿耿，这药吃下去。好姑娘，只要你听话，本公主保你荣华富贵。来人，带她下去静衣，明日本公主带她进宫面见母后。姑娘进宫后可得小心行事，咱们这位公主和太后可真是开罪不得的。谢谢姐姐提醒，民女定会小心的。去换吧，衣服在屏风后。是时候让你们血债血偿了。
儿臣给母后请安，这是儿臣为母后寻来的蛇兰。这世上竟真有这般神奇的兰花，母后若是喜欢，便让这丫头留在宫里日夜照料。蛇兰娇贵，离了她可不成。哀家爱兰一生，今日见到这蛇兰，倒是想起10年前第一次见驸马时的样子。驸马当年刚中榜眼，第一次进宫面圣，其貌不扬，却带来了一株美人兰，那可真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奇株啊！哀家也正是被驸马这份心意打动，这才挑了他做你的夫婿。母后，这次的蛇兰也是远之四处寻花匠才找着的。母后，您可得多在皇上面前替远之美言几句。说起这美人兰，阿宁你也有好一阵子没陪哀家赏兰了。来人，将兰花拿上来瞧瞧，也让这小姑娘开开眼。是。小姑娘，你种出了蛇兰，也算是行家，你且上前来，替哀家仔细瞧瞧，这株美人兰品相如何？阿娘，美人兰以女子血肉为土，生于脏腑，成于咽喉。曾经的我并不懂阿娘喉咙里长出的那朵花是什么，直到后来我拜了师，开始养兰，翻遍古籍，种此花者，须择至美女子，令其吞下兰种，种子入口后潜伏在胃中，受种者起初无知觉，与常人无异，直至花茎生根，野蛮生长，冲破食管，破口而出。那时候已经迟了。花即是人，人即是花，兰花与美人血脉连为一体，根深蒂固，再难分辨。阿娘竟然还活着。小姑娘，你看哀家这美人兰养得如何？太后，民女今日真乃三生有幸，原以为那些古籍里的记载只是传说，没成想今日竟能亲眼见到这等神迹。只不过民女心中有一事不解，还请太后恕罪。哦，你且说来听听。民女在西域学艺时，听师傅提起过，这美人兰虽美，却因其养法残忍，往往受种之人耐受不住，一般都活不过1年。方才太后提及这兰花竟是10年前所得，民女实在好奇，究竟是何等通天手段，才能让这美人兰活得如此长久？你说的不错，那些兰花受不了苦，大多早早就求了死。可哀家手里这朵却是世间最硬的骨头。当年驸马将她送来时提过一句，说她在这世上还留下了一个女儿。哀家便命人每日在她耳边念叨，若她甘死，哀家就把她女儿找来，也种进这瓶子里。原来阿娘是为了我，以为我还在他们手里，她才一日又一日的苟延残喘。哼，倒是一副贱骨头，母女情深的让人作呕。太后英明。阿娘，你放心，这些人我一定会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因为蛇兰认主，我顺理成章的在太后的慈宁殿住了下来。你这双手倒是比宫里那些吃闲饭的花匠灵巧100倍，往后这园子里的兰花便全交由你打理。民女定不负太后厚爱。阿娘，是我双双回来了。阿娘，你再忍忍，我一定会救你出去。10年已经太长了，宋远之，你们欠下的债该还了。皇帝，这便是驸马前些日子费尽心思为哀家寻来的西域蛇兰，给皇帝展示展示这花的灵性。是，民女领命。这花倒是识货，听着这江南调子，竟比平日里更鲜活了几分。冷晨雨，当今圣上，你的生母婉贵妃是江南女子，你8岁前的记忆里全都是这股子味道。太后杀了你的生母，夺了你的幼年，
如今该让你记起这些旧账了。抬起头来。我这张脸随了阿娘，我知道，这美貌终会是我在深宫的利器。这丫头不仅花种得好，笛子也吹得有几分灵气，难怪能把这蛇兰养活。这蛇兰舞姿独特，曲调更是深得朕心。母后这满园的兰花争奇斗艳，也不缺这一株。朕瞧着这蛇兰倒是合眼缘，不知母后可愿割爱，把它给了朕。既然皇帝如此中意这株奇花，一朵花而已，送给皇帝吧。民女谢陛下恩典，谢太后隆恩。甚好，明日朕在养心殿等这盆花。哀家倒是小看了你，长着这么一张招摇的脸，竟然在哀家眼皮子底下勾搭皇帝，果然不是个安生的。太后娘娘饶命，奴婢没有。奴婢自知长了一张招人的脸，可奴婢只是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没有半点保命的家世。奴婢心里清楚，若是就这样出了宫，定是没出路。奴婢斗胆，不如留在陛下身边，求太后看在奴婢这些日子尽心伺候花的份上，成全奴婢这桩贪心。这样，奴婢也能一辈子在近处侍奉太后左右，报答您的恩典啊！你倒是会给自己找后路，算你识趣。既然皇帝要了你，哀家若是拦着，倒显得哀家这个做母亲的不大度。你人可以走，但这盆蛇兰必须留在哀家这儿。反正这花里的蛇每日晨晚都需要你亲自浇水喂养，你去了皇帝那儿闲着也是无事，每日来给哀家请安时，顺便把这花给浇了。奴婢遵旨，谢太后恩典。太后她这是要我盯在皇上身边，做她的一颗棋子。第二天，我被送进了这里。冷晨宇当夜就宠幸了我，从这晚起，我是这宫里的兰贵人，也是冷晨宇枕边的毒。兰贵人，昨儿个你在皇帝身旁，皇帝可有什么特别的动向？回太后，陛下批阅作折到深夜，并未提及旁的事，只是夸赞蛇兰养得好。喝了吧，你的出身不好，绝不能玷污皇室的血脉。其实我也并不想要孩子，这皇宫我终归是要走的，大仇报完，这里便是一片焦土，我不愿在这里留下任何牵绊。进宫半年了，今日是他头一次在我面前卸下那副温柔帝王的假面。刚刚为什么不喊疼？因为臣妾知道，陛下真正气的不是臣妾，而是臣妾背后的太后。你什么意思？臣妾虽然身在后宫，却也听闻陛下原本想委任今年的新科状元随行南下，负责修缮堤坝，那是利国利民的大计。可太后却百般施压，硬是把人换成了他母族那个不学无术的小辈。不仅如此，太后还点名让驸马爷宋远之负责其中的采买环节。陛下为此忧心如焚，却又不得不向太后低头。陛下心里这口恶气。兰贵人，你倒是知道的很多。太后既然派臣妾守在陛下身边，自然不会瞒着臣妾这些。只是陛下，您真的打算就这样忍下去吗？你倒真是一句虚言都没有。可既然你是太后的人，现在又为何要自掀底牌，向朕坦然这一切？陛下，您在纳臣妾入宫前，想必已经动用所有暗卫探查过臣妾的来历。臣妾斗胆，请问陛下查到了些什么？
朕查到你是西域第一花匠的徒弟。3年前，你孤身一人带着兰花回了中原，你是个孤儿。臣妾并非从小就是孤儿，臣妾的母亲曾是江南一名受尽白眼的仵作，而臣妾的生父便是如今长公主府那位气宇轩昂、温文尔雅的驸马爷宋远之。陛下，臣妾刚才所言，若有一句虚假，甘愿受凌迟之刑。臣妾今日进宫，不为荣华富贵，也不为太后的痊愈，臣妾别无所求，只想救出被囚禁10年的母亲，替母报仇。朕凭什么相信你？臣妾会用太后的命，让陛下相信我。哼，杀太后？你当这大内皇宫是你的西域花圃吗？陛下且听臣妾细细说来。宋远之固然该死，可臣妾很清楚，凭我一己之力杀不了他。他背后是长公主，长公主背后是权倾朝野的太后。陛下，您难道不恨吗？太后扶您上位，不过是因为她膝下只有一女，而您没有根基，最好拿捏。宫内传闻，当年您的生母婉贵人惨死，名义上是顺妃所为，可谁都知道顺妃背后站着太后。太后要的就是一个没有生母、没有母族，能任由她摆布的傀儡。住口！如今您长大了，想要真正握住这江山，可太后却还在利用您为她的母族谋私。今年南边水患，太后强插母族小辈入局，让宋远之负责采买，不就是想吸干这国库，去填他们宋家的窟窿吗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最好的盟友，你想怎么做？臣妾只需要陛下一个默许，事成之后，臣妾只要宋远之的命。这深宫里的火终于要烧到慈宁殿了。蛇兰认主，蛇随兰生，世人都以为这蛇无毒性温，绝不会伤人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我养出的蛇兰是毒中之首。太后！是他，是他，一定是这个贱人！那蛇兰是他带来的，母后一定是死于蛇毒！皇帝，你要为母后报仇啊！杀了他，让他给母后陪葬，现在就拉出去乱棍打死！陛下饶命，臣妾冤枉，臣妾对太后的忠心天地可见啊！吃茶。皇帝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这蛇兰进宫前一直是这女人养着的，母后死于蛇毒，不是她还能是谁？现在就杀了她！慢着，验得如何？回陛下，微臣与花匠反复查验过，兰贵人所养蛇兰里的那条墨蛇，牙中无毒，且性情温顺。是啊，回陛下，长公主，这蛇兰里的蛇的确是无毒的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们被这女人收买了！母后明明……够了！既然太医和花匠都说这蛇无毒，那太后之死肯定是因为宫内出现了其他孽虫。皇姐，你莫要因为哀痛过度就误会了无辜之人，反而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。皇帝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婢女顶撞我！朕是维护皇室公道。来人，送长公主回府歇息。兰贵人受惊了，送回寝殿静养。母后死的不明不白，你怎能如此武断？成了，冷晨宇果然保下了我。我不怕死，但绝不能在报仇之前死。长公主宋远之，接下来就是你们。皇上，召臣妾前来，可是有要事。如今我最担心的是太后去世，事成之后被冷晨宇当成弃子。这宫里本就没有毒蛇，以后也不会有。兰贵人受惊了，好好养着吧，不用再担心了。是，幸好
我没看错，她终究和太后长公主不一样。你这个不安好心的女人，你长能耐了啊！一条狗竟然还敢回头咬主人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吃过什么东西？你难道忘了你身上的噬心毒了吗？没有本公主的解药，你会活活疼死。公主与其在这里关心臣妾的毒，倒不如担心关心自己。你说什么？你这个该死的奴才！本公主要你现在就发作，跪在地上求我！长公主，你是不是太天真了？这食心毒1个月只发作1次，很不巧，昨日的我刚吃了你送来的解药，也就是说，离下次毒发整整还有1个月。那又怎样？1个月后你照样得跪在地上求本公主。1个月的时间呢？你怎么知道这1个月内你不会反过来哭着求我？做梦！以为你是谁？等着吧，你也只能得意这1个月了。传太医，给本公主传太医过来。公主饶命啊！本公主得脸，为什么变成了这个鬼样子？那个女人，定是那个女人搞的鬼！你到底我做了什么？长公主，这不是很明显吗？你府上的那些兰花里有毒啊！不可能！那兰花我明明让人翻来覆去查验过，他们明明都没毒。公主查的确实仔细，因为那些兰花本身的确没毒。没毒？那你……可它们要是聚在一起，再配上一味西域的引魂香做引子，就能变成让女人烂进骨子里的致命毒药。什么引魂香？我这屋里根本没点过这东西，你少在这信口雌黄。长公主，您确实没碰过，可架不住您的枕边人天天碰啊。你说什么？远之他怎会？您还不知道吧？您的驸马爷在外面养了个如胶似漆的外室，我特意用引魂香制成了极品的香膏，卖给了驸马爷的那位外室。驸马和那外室亲热的越多，身上沾染的香气就越重。只要他一回屋，您闻到了这味儿，那10株兰花的毒可就彻底活了。我原本算着这毒起码得20日才见效，可谁能想到您这才10日就发作的这么厉害。看来您的驸马和那外室这些日子可真是如胶似漆，缠绵得很啊！你这个满嘴胡言的女人，我要杀了你！这毒药不会让你马上死，却会让你毁容，看着自己一点点慢慢死掉。你给我食心毒的解药，我就给你解药。记住，长公主，一定要是你先给我。你做梦！本公主死也不会给你解药，我要看着你穿心而死！不肯给，没关系，既然都中了毒，那就看谁熬得过谁。噬心毒第1次发作虽痛不欲生，却要连着3次才致命，而长公主你，在那之前就会烂透了。好痛！杀了我！值得吗？为了一个解药，把自己折腾成这样。陛下，我知道太后已经死了，但这并不是结束。太后虽死，但长公主是她的血亲，太后母族定会继续帮衬。只有长公主彻底倒了，您的皇位才算高枕无忧。兰贵人，你若肯求朕，贵人，
长公主终归是没能熬过我，也是，她那种娇生惯养，连指尖破了皮都要太医跪地求饶的人，哪里熬得住那蚀骨烂肉之痛？食心毒解了。该死的！你骗我！解药！给我解药啊！长公主死后，皇上就以贪污之名将宋远之押入了大牢。你到底和长公主有什么深仇大恨，要这样费尽心机算计我们？现在太后和公主都死了，你到底图什么？哼，你错了，我真正有恩怨的，从来都不是长公主，而是你。和我从未见过你，哪里来的恩怨？阿爹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没认出我吗？是你！你竟然没死，这不可能！是啊，托您的福，我不仅没有死，还回来找你了呢。闺女，说说，阿爹就知道你命大，我可是你的亲爹啊，血浓于水，你一定不想要我的命，对不对？你看看，你杀死了长公主和太后，却唯独没对阿爹下手，你心里还是有爹爹的，对吗？你快去求求皇上，放爹出去，以后我们父女俩好好过日子。宋远之，你是不是在想，我既然杀了太后和长公主，却唯独留你一命，是因为我心里还记挂着你这个阿爹？你想干什么？因为我觉得让你直接死掉，实在是太便宜你了。我要让你和阿娘这10年受过的苦一样，生不如死。那些毒蛇毒蝎不会要了他的命，只会让他时刻清醒地承受钻心之痛。我还求了皇上，让人用最好的药吊着他的命，日日医治。我要让他睁着眼看着地狱10年、20年，直到他化成一滩烂泥。10年了，美人兰的根茎早已钻进了阿娘的5脏6腑，想要拔出来，无异于剥皮抽筋。阿娘，1年了，我们终于成功了。陛下，阿娘的身体已经稳定，臣妾是来向您辞行的。你要走？是，如今臣妾大仇已报，陛下也已速成朝堂，大权在握。臣妾和阿娘这种身份，终归不适合留在宫里，还请陛下恩准，放我和阿娘离开。朕以为这1年多，你对朕多少总会有些真心。真心？怎么可能没感觉？谁家的盟友会在深夜送来1碗热汤？谁家的盟友会在我噩梦惊醒时，把我紧紧搂进怀里？陛下，说没有动心肯定是假的，但我不敢再去赌了。赌？赌一个男人的真心能有多久？我小时候也见过阿爹和阿娘恩爱的样子，那时候宋远之的真心恐怕也并非全然作假，可结果呢？若朕敢赌呢？陛下，您敢赌，是因为您坐拥万里江山，手里全是筹码。可民女除了这条命和阿娘，一无所有，我赌不起，也不敢再看一次真心布烂的样子。罢了，你走吧。谢陛下成全。苏念兰。
陛下，我不叫苏念兰。什么？我叫双双。我当初九死一生，从火里跑出来，遇见了我的师父，西域独医花三绝。想活命吗？想活命就跟我走。从今天起，你叫苏念兰。师傅，快拿走他！我闻到这味就想起地里的土，想起阿娘，我不要看花。你不看花，这辈子都不可能跨越心里的磨难。从今日起，你丢掉以前的身份，认真跟我学种兰。后来我跟着师父上山，他教我养蛇，教我种兰。苏念兰，我忍着恶心，受了这个名字整整10年。可我真正的名字叫双双，是阿娘当初一针一线绣在襁褓上的名字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阿娘当初起这个名字时，定是满心欢喜的盼着圆满。阿娘啊，人活在这世上，终归是要一个人走完的。你是，我也是。我们的马车行了1个月，到了江南，回到了阿娘的故乡。阿娘，这才是真正的花香。阿娘，这药是师父特意留下的方子，他说只要慢调细养，嗓子总能好起来的。3年又过去了，我依旧是双双，那个抛却了苏念兰的仇恨，只守着阿娘与遗愿兰草的双双。江南没有戾气，没有毒兰，这样便很好。大娘，您这手艺真好，这兰草环子戴在头上，连梦里都是清香味儿。姑娘喜欢就好，这花草啊，最是能安神。我以为这样平静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，京城的风永远吹不到江南的巷陌。沈宴，双双，这位客官是？他是皇上身边最得力的侍卫，曾深宫里数次在暗处护我周全。属下沈宴参见兰贵人。沈大人，这里没有什么贵人，沈大人认错人了。双双姑娘，沈某奉陛下密旨，千里跋涉而来，只为将遗物归回原主。双双，这位客官到底是？阿娘，你先进屋，不过是一个故人。陛下说，此簪流落多年，唯有在姑娘手中才算有了归宿。冷晨宇，你这又是在算计什么？我都已经躲到这儿了，你还是不肯放过我吗？这簪子是阿娘嫁给宋远之那年不舍得吃穿，生生攒了半年的月钱才买下的。后来日子再苦再难，阿娘日日都管着她，说那是她这辈子唯一的念想。陛下是如何寻到这只簪子的？当年公主驸马府因贪污案被抄查，陛下亲率禁军坐镇。当时拾到的木簪上有朵兰花，陛下知这可能是夫人的心头物，这些年一直将其珍藏。您离京前，陛下曾反复摸索此簪，终究还是命属下送来。陛下让属下带句话。陛下说，江南安好，便不必再念京城。陛下还说，往事已矣，他只愿姑娘与夫人从此岁岁平安。岁岁平安。劳烦沈大人回禀陛下，这簪子民女收下了。苏念兰，终于找到你了！赵家令牌，是太后母族余孽。之前皇上曾说太后身死，母族势力已清除，但现如今看来，仍是有几个不要命的。姑娘，找机会走，这些人交给属下。苏念兰，暂且留你一命，赵家的债，迟早要你血偿。姑娘，你撑住，属下这就带你去医馆。
是属下失职，竟让这些疯子伤了姑娘。希望信鸽能尽快送达京城。姑娘的发丝，在陛下的眼里是中过江山的。双双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哪儿来的这么多血？夫人，姑娘遇袭，已经就医，需安心休养。阿娘，别哭，都怪我，若不是娘当年没用，被那群人困在花瓶中，你也不至于为了救我招惹上这些仇家。都是娘拖累了你，让你受这份罪。陛下，谢谢吧。吏部尚书他们还在殿外跪着，说是为了立后纳妃的事儿，请陛下以江山社稷为重。让他们跪着。朕的江山稳不稳，不是靠后宫几个女人决定的。这万里江山如画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可只有朕知道，这画里终究少了一抹最想看到的身影。今年开得比往年都要好。双双，你若在，想必又要吹那一曲江南调了。启禀陛下，江南那边沈将军传来消息，双双姑娘买了灵湖的小院，开了间花坊。这些日子，她陪着夫人编编花环，卖给城中的百姓，日子过得安稳。安稳便好。告诉在那边驻守的人，护他周全，但不准靠近。陛下，您若思念，大可。不可。陛下，沈大人江南的急报。陛下息怒。北驾！陛下，今日还有3部尚书要见您。传旨，朕即日南巡。就说朕微服体察民情，江南水患虽至，但河道修缮关乎万民，朕必须亲自去巡查。走，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江南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如今国泰民安，江南水患已平，您此时出巡，师出无名啊！陛下，龙体为重，江南路远，何须亲自前往啊？朕决定的事，谁再多言，按抗旨论处。陛下，歇2个时辰吧，马受得了，但是您的身体……换马，继续赶路。陛下，转过前面的弯，就是双双姑娘住的灵湖小院了。赶路7天，我得先去换身衣服再见她。朕以为这辈子都能忍住不打扰，可听到她受伤，真的是疯了。可进去了，朕该说什么？她若是看见朕，会不会又想起京城那些痛苦？他笑起来的时候，竟比这江南的烟雨还要温柔。只要他平安，朕便是这一辈子只坐在这暗处，也安心了。陛下，该回客栈休息了。您最近忙着赶路，没有好好休息。不必。双双，这盆兰花开得真好，明日拿到集市上，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卖花嘞，新鲜漂亮，客官你买花吗？我要这盆开得最大的。最近天气好，日头也好，和阿娘种的这么些花，竟然1个时辰就卖完了。阿娘最爱吃这家点心。客官，来点什么？谢谢。也不知道阿娘在家里做了什么好吃的。怎么总感觉最近有人在身后盯着我呢？这个傻姑娘，都这么几天了，可算是察觉到了。
双双，阿娘注意到那边2楼有个客人，在那里连续坐了好几天了，还时不时的往咱们这边看，有时候还戴着斗笠蒙着脸，是不是那些仇家还没走干净？你可千万要小心，别再出事了，娘受不住了。阿娘别怕，沈侍卫今晨才差人送了信，说太后母族的余孽已在城外肃清，绝无漏网之鱼。既然余孽已清，江南一片安稳，那这个日日守在巷口，既不靠近也不离开的人，到底是谁？是他，这股味道，化成灰我也记得。圣上，双双，朕想你。陛下，臣女早已不是宫中之人，江南安稳，京城繁华，我们各有归途，各自安好，从此山高路远，不必再纠缠。我真的怕自己会心软，我怕重蹈阿娘的覆辙，怕帝王的深情终究抵不过江山社稷的权衡。陛下请回吧，这儿不适合您。朕没有要逼你回宫，朕只是放心不下你。听闻你受伤，朕寝食难安，千里奔赴而来，只想亲眼看看你是否平安。我很好，有阿娘在，有兰草在，江南这烟雨长巷里的日子，我过得很好。陛下是天下之主，您的每一寸心神都该守着万里江山，守着百姓，不该为了臣女一个乡野之人如此耗费心神。我知道他的好，知道他空悬的后位是在等。我曾见过阿爹最深情的样子，也见过他最狠毒的手段。帝王的爱比宋远之的爱更重，重的足以再次毁掉我的平静。双双，过来，坐在娘身边。可是陛下来了，双双，娘知道你心里在怕什么。你从小亲眼看见你阿爹是如何从深情变得凉薄，看见娘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痛苦，你怕真心错付，怕自己再受一次伤害，对不对？阿娘，他是帝王，我不敢信。可是娘这双老眼看得明白，陛下对你是真真切切放在了心尖上。他若要权势压人，何必放你归乡？他在京城不缠不扰，是给了你足够的自由。他听闻你遇险，千里奔赴，连帝王的身份都顾不得了，那满身的泥尘、疲惫的面容是骗不了的。而且这几天见到你了，他竟然不强求，只远远看着，生怕惊扰了咱们这点安分。双双，这样的人不是宋远之。阿娘，我不想回京城，那里的天是红色的，我想留在这儿。娘不是要你入宫，更不是要你放弃这安稳的日子。心意可以相守，未必要互相捆绑。你守你的江南小院，他守他的万里江山，只要你们彼此真心相待，这山海之间何处不是相守？何必因为过往的那些伤痛，错过一个这辈子真心待你的人？阿娘的话像一缕春风，吹进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冷晨宇，你这般待我，我该拿你怎么办？谁啊，这么晚？双双姑娘，不好了！沈大人，出了何事？陛下在城郊微服巡查河道时，与流窜的难民滋事纠缠。陛下为护百姓，胸口不慎受了重伤，眼下高烧不退，昏迷不醒。随行太医们都束手无策呀！什么？他在哪里？快带我去！双双，这么晚了，下着雨，你要去哪儿？阿娘，我要去救他，我要带着师傅的药去救他。冷晨宇，你说过要等我回京，你这般重诺的人，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毁约。冷晨宇，你千万不能有事。冷晨宇！双双，你来了，朕就知道，只要朕还没死，你一定会来。
总算退下去了。冷晨宇，你骗我！昏迷，你这脉象比牛还壮。冷晨宇，你贵为一国之君，竟然玩这种下作的苦肉计，你从一开始就是装的。双双，朕太想你了。朕怕朕若是不病不伤，你连这间房门都不会让朕进，怕你这辈子都不理朕。冷晨宇，你贵为天子，却学这种市井无赖的招数，你以为骗得我为你掉2滴眼泪很有趣吗？朕看你哭心都要碎了，可若不这样，朕甚至连你的面都见不到。既然陛下无碍，那臣女告退，往后是生是死，是病是灾，都请陛下莫要再让人传信给臣女。双双，双双，双双，陛下他好得很，壮得能打死虎。阿娘，往后咱们这儿拒绝见客，谁来都不成。我以为被我拆穿后他会就此作罢，回他的京城当他的皇帝。可他贵为一国之君，能如此的表达对我的感情，如此郑重，我该答应他吗？沈大人，我说了，我不去换药，也不想听任何关于他的消息。你有完没？昨日还在床上奄奄一息的人，今日竟然这般大张旗鼓，到底想做什么？双双，朕不愿在深宫中虚度余生，更不愿让你在那方小院中孤苦不依。双双，朕来提亲。双双姑娘，陛下为了备齐这些江南特有的礼事，昨夜几乎跑遍了全城的铺子。求亲？圣上，您是一国之君，后宫佳丽3000本是寻常，如今却带着聘礼走到这江南的偏僻巷梦，要娶我这个仵作之女。朕知你厌恶京城的红墙，朕不逼你入宫，不逼你放弃江南的安稳。你从此不必再做那个为了复仇而生的苏念兰，也不必做那身不由己的兰贵人。往后，你只做你自己，做双双，做阿娘的女儿。你守你的江南小院，镇守镇的万里江山。春日兰开，朕来看你；冬日雪落，朕来陪你。双双，你愿意给朕一个名分，给朕一个守护你的机会吗？原来那些刻骨铭心的恐惧，终究抵不过他这几年的守候。阿娘说的对，他不是宋元之。苏念兰早已死在复仇落幕的那天，活下来的双双本以为要在那片阴影里躲一辈子。我答应你。双双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真的答应了？我答应你，但我有条件。你说，只要是你说的，朕无一不从。我不进宫，我要长居这江南水乡，守着我的花坊，守着阿娘，守着这院子的兰草。你若想来便来，你若政务繁忙要走便走，我们各安其位，心意相守。我不做你的金丝雀，你也不是谁的宋元之。我们不捆绑，不束缚，不勉强。好，都依你。只要你能让朕有个守着你的名分，无论你说什么，朕都依你。这万里江山是朕的责任，而你才是朕的归处。姑娘也是真的放下心结了呢，你也可以安心颐养天年了。此后岁月便如我们约定的那般，他是天下之主，勤政爱民，朝堂稳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成了千古传颂的明君。而我是江南花主，并不依附于谁，守着一方小院，侍弄兰草，陪着阿娘，花府的生意越来越好，日子平淡而温暖。双双，我回来了。今年的春兰开得比宫里的更清雅。那是自然，宫里的那是养在深闺，我这儿的可是见过江南烟雨的。这雪下的大，
朕在京城时就在想，你会不会又动着左肩的旧伤？伤早就好了。陛下，今日来政务可繁忙。双双，今日不问江山，只谈朝夕。安安，这一株是蕙兰，根要深扎，心要放平。安安记住了。对了，阿娘，上次父皇过来跟我说，过些日子等我长大些要去京城。他说我陪阿娘的时间太久了，该换他来陪了。等我长大了，要替父皇守着天下的安稳。你为什么跟安安这么说？她还这么小。他都抢福这么久了，是时候轮到朕了。太子念安聪慧果敢，仁厚治国，朕意已决，自今日起由太子亲政，掌理国事。陛下圣明，太子千岁。双双，你看这爷俩为了那盆春兰，倒是比在朝堂上还卖力。是啊，阿娘安享晚年，笑意温和，看着我们一家三口，她终于放下了那10年的噩梦，日日欢喜。陛下，户部尚书有事启奏。双双，这兰花开了又谢，咱们竟也在这儿守了这么些年了。是啊，朝夕相伴，岁岁年年，守着这小院，守着花坊，这日子比京城的梦里还要甜些。只要你在，何处不是极乐？美人兰界，蛇兰留香，情定江南，此生无憾。